就在不久前，日本一家地方新闻媒体刊登了一组照片，照片中竟然有一个身高仅约15公分的人形生物，以完全不符合物理常识的速度，在一座马廊里狂奔穿梭。这不是电影特效，不是 AI 合成，而是马廊里24小时运转的红外线监视器，在深夜无人的时段原原本本录下来的画面。马廊的主人是一位牧场经营者，他说自己反复看了上百遍，确认不是老鼠，不是虫子，不是任何已知动物，因为那个东西有头有四肢，跑起来的姿态和人类一模一样，只是速度快得离谱，就像把正常人的奔跑画面快转了5-6倍。更诡异的是，牧场的马匹在那段时间表现得异常焦躁，不断嘶鸣踢墙，仿佛感知到了什么不该存在的东西。消息一出，日本社群网络瞬间炸锅，有人说是妖怪，有人说是外星生物，也有人说这就是传说中的小人族。而当我们顺着这条线索深挖下去，才发现一件更加惊人的事实，那就是关于小人的目击记录从来就不止这一次。从日本到南美，从欧洲到台湾，从古代典籍到现代监视器，这些身高10几公分到几十公分的微型人形生物似乎一直潜伏在我们的世界里。那么问题来了，它们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全世界不同角落的人类文明都不约而同地留下了关于它们的记载？而最关键的是，它们现在还在吗？我们先回到日本这起事件本身。根据报道，事发地点位于日本本州的一处私人牧场，四周环绕着茂密的山林和竹林，地势偏僻，人迹罕至。牧场主人的姓名被隐去，但他透过媒体详细描述了整个经过。事发的那个夜晚，天气阴冷，没有月光，大约是在深夜2点到3点之间，马廊里的红外线监视器动态侦测功能被触发，系统自动开始录影。画面中，一个极其微小的人形轮廓从马厩最左侧的角落窜出，沿着墙根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横穿整个画面，然后消失在另一侧的阴影中。整个过程不到2秒钟。牧场主人说，他一开始以为是设备故障或者飞虫触发了感应器，因为这种事在乡下牧场并不少见，尤其是夏天，蛾子和甲虫经常会触发红外线感应。但当他在电脑上逐帧放大检视画面以后，他整个人都呆住了。那个东西有明确的头部轮廓，有躯干，有手臂摆动的动作，甚至能看到类似双腿交替奔跑的姿态。他跑动时身体微微前倾，重心压低，就像一个全力冲刺的短跑选手。他找了几个朋友来看，所有人的结论都一样，这不是任何已知的小动物。更让他不安的是马匹的反应。他养的3匹马平时性格温顺，夜里都安安静静的，但在那段被录下来的时间前后，3匹马同时变得极度焦躁，不断踢踏马厩的木板墙，发出尖锐的嘶鸣。马是一种对环境变化极为敏感的动物，它们的听觉和嗅觉远超人类，能够感知到许多我们感知不到的东西。牧场主人说，他养马10几年了，只有遇到蛇或者熊的气味时，马才会有这种反应。但那天夜里，附近根本没有任何大型野生动物出没的迹象。消息被当地新闻刊登后，引起了日本学术界和网络世界的广泛讨论。几位动物学家和影像分析师也发表了看法。一位影像专家表示，从物体的移动轨迹和投射阴影来判断，这确实是一个3维立体的物体在地面上移动，而非光线折射或镜头污渍造成的假象。红外线摄影机的成像原理是捕捉物体的热辐射，这意味着被拍到的东西一定是有体温的。一个没有体温的物体，比如纸片或塑胶玩具，在红外线画面中根本不会以这种亮度呈现。另一位动物行为学者则做了一个更惊人的计算，他根据马廊的实际尺寸，反推物体的大小和移动速度。马廊宽约4米，物体在不到2秒内横穿整个画面，这意味着它的移动速度大约是每秒2米以上。以约15公分的估计身高来换算，如果我们把它等比例放大到人类的1.75米，那么它的等效移动速度大约相当于时速60到80公里。这完全超出了任何同体型已知生物的运动能力。一只15公分大的老鼠全力冲刺，时速顶多8到10公里，一只同等大小的蜥蜴极速大约12到15公里，而这个东西的等效速度是它们的5到8倍。
从生物力学的角度来看，这种速度需要极为强大的肌肉密度和骨骼结构，远超已知的任何小型哺乳动物或爬虫类。事件曝光后，日本网络上出现了大量跟进讨论，有人翻出了一段更早的影片，据说是在北海道某处农舍的监视器里拍到的。画面中同样出现了一个微小的人形影像在地面快速移动，只是当时画质太差，没有引起太大关注。还有人贴出了自己在乡下老家祖宅里拍到的照片，声称在照片角落发现了一个疑似微小人形的模糊轮廓。有趣的是，在冲绳的传统民间信仰中，一直流传着一种叫做奇基姆纳的小妖精传说。据说他们身高不足1尺，红毛绿眼，头发像干枯的树根一样蓬乱，专门住在老榕树的树洞里。他们白天藏在树里不出来，到了晚上就会跑到附近的人家里翻箱倒柜找吃的。冲绳的老人们至今还会在门口放一小碟盐，说是用来驱赶这些小东西的。如果你对奇基姆纳表示尊重，他们会帮你带来好运，尤其是在捕鱼方面。但如果你得罪了他们，他们就会在你的食物里下毒，或者半夜坐在你的胸口上，让你喘不过气。听起来像是迷信，对吧？但当你把这些传说和监视器里的画面放在一起看的时候，你真的还能那么确定吗？但如果你以为只有日本有这种事，那就大错特错了。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地球的另一边，南美洲。2014年，阿根廷圣菲省一位名叫席尔维亚的母亲在家里用手机拍摄他1岁多的儿子班杰明在走廊上玩耍的画面。那天下午阳光充足，走廊的地板上投射着窗户的光影。席尔维亚注意到班杰明突然停下来，脸上露出一种奇怪的表情，像是看到了什么东西。他以为儿子看到了一只老鼠，因为当地田鼠很常见，所以没太在意，只是继续拍摄。直到晚上回放录影的时候，席尔维亚才吓了一大跳。在班杰明身后不远处的地板上，一个极其微小的人形生物快速地穿过画面。它的四肢分明，跑姿清晰，动作协调，不是那种4条腿趴在地上跑的动物姿态，而是明确的2条腿直立奔跑的姿态，上半身微微摇摆，就像一个赶路的小人。整个画面不到1秒钟，但足以让人毛骨悚然。席尔维亚说，那个东西散发着一股奇怪的恶臭，像是腐烂的肉混合着泥土的气味，而且它似乎会干扰电子设备。每次它出现的时候，手机录影的音轨就会出现剧烈的电磁杂讯，像是收音机调到空白频道时那种刺耳的滋滋声。更不可思议的是，席尔维亚后来透露，他儿子在接下来的3年里似乎一直和这个生物有某种互动。班杰明经常对着空气自言自语，有时候还会把自己的食物放在走廊角落，像是在喂什么东西。席尔维亚一开始以为这是幼儿的正常幻想行为，但结合那段影片，他开始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这段影片在2014年被上传到网络，至今点阅量超过数百万次，各种分析层出不穷。有人用影像处理软体逐帧检查，确认画面没有经过后期编辑的痕迹。有人计算了物体的移动速度和投射阴影的角度，认为这确实是一个实体物质，而非光影把戏。当然，也有怀疑论者认为这可能是一只大型昆虫或者蜥蜴在特殊角度下造成的视觉错觉。但支持者们反驳说，昆虫不会直立行走，蜥蜴不会有那样的上半身摆动姿态。无独有偶，2020年，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一户人家的门前监视器也录下了一段类似的画面。那是一个深夜，监视器的红外线模式自动开启，画面呈现灰白色调。就在门廊前方的空地上，2个微小的人形轮廓从画面左侧出现，它们似乎用双腿行走，步态稳定，一前一后地移动着，然后消失在一辆停放的皮卡车后方。屋主说，他第2天早上查看监视器录影时发现了这段画面，吓得差点把咖啡打翻。他把影片截图贴到一个著名的网络论坛上求助，希望有人能给出合理解释。帖子很快就爆了，收到了上千条回复。有人说是小鸟在地面走动，有人说是数位压缩产生的尾影，有人说是邻居家的猫从远处走过造成的透视缩小效果。但也有不少人仔细分析了画面后指出，那2个轮廓的移动方式和体态比例确实更像是某种直立行走的微型生物。
他们的步幅均匀，速度适中，不像是被风吹动的碎屑，也不像是小鸟那种头部前后点动的走路方式。在拉丁美洲，这类小型人形生物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叫做杜安德。杜安德在西班牙语民间传说中是一种矮小的精灵或地精，历史可以追溯到数百年前西班牙殖民者带来的欧洲民间传说，但它又在拉丁美洲本土文化中找到了对应。在墨西哥原住民的传统中，有一种叫做扎内凯的小型超自然生物，据说他们是森林和水源的守护者。扎内凯会用幻术迷惑闯入他们领地的人类，让人失去方向感，在森林里迷路好几天。据说扎内凯出现的地方会散发出一种腐肉般的恶臭，被认为是他们从另一个维度穿越过来时留下的气味痕迹。这和阿根廷席尔维亚描述的那种腐烂气味惊人的一致。在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也有无数关于杜安德在乡下农舍出没的目击报告，其中一些甚至有照片和影片佐证，尽管大多数画质模糊，难以做出最终判定。在非洲辛巴威的民间传说中，有一种叫做提寇洛什的小型人形生物，据说它们身高不足半米，全身覆盖着浓密的毛发，力量却大得惊人。据说一个提寇洛什可以掀翻一头成年的牛。更可怕的是，传说中它们能够隐形，只有在施展法术时才会短暂地现出原形。在当地的信仰体系中，提寇洛什被认为是巫师通过黑魔法召唤出来的仆从，专门用来对付敌人。如果一个人莫名其妙地生了怪病，或者遭遇连串不幸，当地人就会怀疑是不是有人派了提寇洛什来害他。而在北美原住民的传统中，帕克瓦奇则是另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小型人形生物。他们据说居住在北美东部的森林和沼泽中，外形像是缩小版的人类，但面容丑陋，眼窝深陷，皮肤灰绿色。帕克瓦奇被认为是一种极度危险的生物，他们会用毒箭攻击人类，还会假装成迷路的旅人在森林里呼救，等善心人走近了再把他们推下悬崖。在北美原住民的口述传统中，帕克瓦奇曾经和人类发生过一场大战，最终被击败后逃进了人类无法到达的地底世界，但他们偶尔还是会回到地面作祟，尤其是在月黑风高的夜晚。你看，全世界几乎每一个文明，从东亚到南美，从欧洲到非洲到大洋洲，都有关于小型人形生物的传说和目击报告，这不奇怪吗？如果这些只是人类无中生有的幻象，为什么隔着大洋彼岸完全没有交流的文明会不约而同地创造出如此相似的故事？为什么这些故事中的小人都有着惊人一致的特征？矮小的身材，超乎寻常的速度，对人类住所的好奇，以及那种介于恶作剧和真正威胁之间的行为模式。让我们回到亚洲，看看日本和台湾的古老传说能给我们什么启示。在日本北海道的阿伊努族传统中，有一种叫做科罗波克鲁的传说小人。科罗波克鲁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住在路叶下面的人。在阿伊努族的口述历史中，科罗波克鲁是一种极其古老的存在，他们在阿伊努人到来之前就已经住在北海道了。传说中，科罗波克鲁身材极其矮小，矮小到10个人可以一起站在一片路叶底下。他们用竹叶编成微小的船去海边捕鱼，如果钓到一条大鱼，需要5到10条船一起合力才能拉上岸。他们还会集体狩猎，用小棍棒和小长矛围攻猎物，甚至能猎杀鲸鱼。据说科罗波克鲁非常害羞，极不愿意让人类看到自己的真面目。他们动作敏捷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跑起来快如闪电，所以哪怕阿伊努人和他们做了很久的邻居，也几乎没人亲眼见过他们的长相。科罗波克鲁会在夜里偷偷跑到阿伊努人家的窗户下面，留下鱼竿和柴火作为礼物，有时也会用这些东西和阿伊努人交换刀具和织物。2个种族就这样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和平共存。然而有一天，一个好奇心旺盛的阿伊努男子决定要看看科罗波克鲁到底长什么样。他在窗户下面埋伏了一整夜，终于在黎明前抓住了一个前来送礼物的科罗波克鲁。他把他拉进屋里，发现那是一个赤裸的小女人，皮肤白皙，嘴巴周围和手上都刺着精美的纹身。这个科罗波克鲁被抓住后又羞又怒，挣脱后跑回了自己的族群。从那以后，
克罗波克鲁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据说他们渡海去了库页岛，也就是现在的萨哈林岛，永远离开了北海道。有些版本的故事说他们并没有离开，而是钻进了地底的洞穴里，从此不再和地面上的人类来往。这个传说在19世纪末引起了日本学术界的一场重大争论。东京帝国大学的人类学家平井正五郎教授坚持认为，克罗波克鲁不是神话，而是真实存在过的先住民族。他认为这些小人在阿伊努人到来之前就已经居住在北海道，后来被排挤或消灭。平井教授指出，北海道各地出土的绳文时代、旧石器和数学住居遗址尺寸明显偏小，他认为这就是克罗波克鲁留下的考古证据。虽然这个理论后来被主流学术界否定，认为那些遗址属于阿伊努人的祖先，但克罗波克鲁的传说本身却一直没有得到彻底的合理解释。而在台湾，情况更加有趣。台湾的原住民族中，几乎每一个族群都有关于矮人的传说，而且这些传说并不是模糊的童话，而是带有非常具体的历史记忆特征的叙事。赛夏族至今仍在每2年举行一次规模盛大的矮灵祭，这是台湾原住民族最庄严神圣的祭典之一，就是为了纪念和祭祀传说中的矮人。根据赛夏族的口传历史，在很久很久以前，他们的祖先和一群身高只有3尺左右的矮人共同生活在山林中。这些矮人虽然个子小，却非常聪明，尤其精通农业和祭祀，是他们教会了赛夏族人如何种植小米，如何举行祈雨和丰收的仪式。矮人还拥有强大的巫术，可以控制天气，预知未来。赛夏族人对他们既敬畏又感激，但后来矮人们的行为越来越放肆，开始欺负赛夏族的女性，这让族人忍无可忍。他们商量了一个计策，在通往矮人部落必经的一座独木桥上偷偷锯断了支撑的木桩，只留下表面看起来完好无损。等到矮人们集体通过独木桥的时候，桥突然断裂，大部分矮人掉进了深谷摔死，只有少数几个矮人侥幸逃脱。临走之前，幸存的矮人头领对着赛夏族人发出了可怕的诅咒，警告他们如果不定期举行祭典来安抚亡灵，就会遭到无尽的灾祸，庄稼欠收，族人染病，山崩地裂。从此以后，赛夏族人每隔2年就要举行为期数天的矮灵祭，通宵达旦的歌舞，向矮人的灵魂道歉和祈福。这个传统延续至今，已经持续了不知多少个世纪。矮灵祭的歌曲和舞蹈都有严格的规范，不能随意更改。据说那些旋律和动作都是矮人亲自教给赛夏族人的。不止赛夏族，布农族的传说中也有矮人，布农族人称呼他们为赛福卡福卡坦，意思是矮小的人。泰雅族和赛德克族的口传历史中同样有关于矮人的描述。排湾族传说矮人住在地底的洞穴里，偶尔会到地面来和人类交易。阿美族的老人们会告诉孩子不要在天黑后到西边去，因为那里住着会把小孩拖走的矮人。噶玛兰族的传说中，矮人是善于渔猎的高手，他们编织的渔网比人类的精细10倍，从北到南，从西到东，从平原到高山。台湾各地的原住民族都有关于矮人的记忆，而且这些记忆中对矮人的描述惊人的一致。身高约3尺，动作极其敏捷，居住在山林偏僻之处，善于制造精巧的工具和武器。有些传说还提到矮人有红色的卷发。说到这里，让我们把目光转向欧洲。北欧可以说是小人传说的重灾区，几乎每一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都有深厚的小人民间信仰传统。在瑞典和挪威的传统民间信仰中，有一种叫做尼瑟的家庭守护精灵。据说他们身材矮小，长得像人类小孩，戴着标志性的红色尖帽，穿着灰色的粗布衣服，住在农舍的地板下面或者马厩里。没错，就是马厩。是不是瞬间和日本那起事件联系上了？尼瑟被认为是农场的忠实守护者，他们会在夜里偷偷帮忙打扫马厩，刷洗马匹，整理干草，喂养牲畜，甚至会偷偷跑到邻居家的谷仓里偷干草和谷物搬回来。作为回报，农场主人每年冬至前夕需要给尼瑟准备一碗加了黄油或蜂蜜的粥，放在马厩的角落里。这碗粥就是尼瑟一整年的工资。如果农场主人忘记了，或者吝啬的没加黄油，尼瑟就会大发雷霆，后果非常严重，轻则把农具藏起来让你找不到，
把刚收的谷物撒得到处都是，重则让牲畜生病甚至死亡。瑞典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说，有个农夫因为觉得每年白白浪费一碗好粥太心疼，就把给尼色的粥换成了清水。结果第二天早上，他发现自己最好的一头牛被活生生的扭断了脖子，从此再也不敢怠慢尼色了。尼色和马匹之间的关系在北欧民间传说中被反复强调。据说尼色特别喜欢照顾马匹，如果一匹马被尼色看上了，那匹马就会格外健壮，毛色光亮。但如果尼色不喜欢某匹马，那匹马就会莫名其妙的生病，半夜不停嘶鸣，早上起来全身是汗，好像被人骑着跑了一整夜一样。北欧农民把这种现象叫做被尼色骑了。日本马廊里的马匹在监视器拍到那个人形影像前后异常焦躁嘶鸣，是不是和这个传说有某种跨越文化的深层呼应？那么回到根本问题，这些遍布全球的小人传说有没有任何科学上的实质依据？说来你可能不信，还真有，而且是非常硬核的考古学证据。2003年，在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的良布亚洞穴里，一支由澳洲和印尼考古学家组成的联合团队发现了一种全新的古人类化石。这个发现震惊了全世界的古人类学界，因为这种被命名为弗洛勒斯人的古人类，身高只有1.06米左右，脑容量仅约400毫升，大约只有现代人的1/3。他们的头骨小得让研究人员一度以为是儿童的遗骸，但仔细检查牙齿磨损程度和骨骼融合状态后确认，这是一个完全成年的个体。但最惊人的是，弗洛勒斯人绝不是什么智力低下的退化物种。考古证据显示，他们会制造复杂精巧的石器工具，刃口锋利，加工精细，技术水准和同时期的智人相比毫不逊色。他们会使用火，洞穴中大量的木炭和烧焦的骨骼残片就是证据。他们还会集体组织大规模的狩猎行动，猎杀岛上的矮象和科莫多巨蜥。要知道，科莫多巨蜥是现存最大的蜥蜴，体长可达3米，体重超过70公斤，攻击性极强。一群身高1米出头的小人能够猎杀这种猛兽，说明他们拥有相当高的智慧和团队协作能力。弗洛勒斯人之所以体型如此矮小，科学家认为最可能的解释是岛屿矮化效应。这是一个被大量证据支持的演化现象，指的是大型动物在资源有限的岛屿环境中，会在漫长的世代演化中逐渐缩小体型，以适应有限的食物和空间。弗洛勒斯岛上的矮象就是教科书级的案例。一头原本肩高4米的古灵齿象，在弗洛勒斯岛上经过几十万年的演化，缩小成了肩高不足1米的迷你版本。既然大象可以缩小到1/4，人类缩小到1半多一点，也就不那么离奇了。更令人玩味的是弗洛勒斯岛当地原住民的传说，即使在今天，岛上的纳格族居民仍在流传一种叫做艾布哥哥的传说生物。据描述，艾布哥哥身材矮小如儿童，全身毛发浓密，会说简单的重复性语言，偶尔会从深山的森林里出来偷食农作物。老一辈的岛民声称，他们的祖父辈亲眼见过艾布哥哥。不少人类学家认为，艾布哥哥的传说很可能就是当地居民世代相传的关于弗洛勒斯人的记忆残留。如果这个推测成立，那就意味着弗洛勒斯人可能比科学家估计的消失时间更晚，甚至有可能在几百年前还有少量个体存活着。弗洛勒斯人的发现为全球各地的小人传说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户。它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在不久之前的地质年代里，地球上确实存在过身高仅1米出头的微型人类。那么问题来了，1.06米是不是下限？有没有可能在更偏僻、更隐蔽、更极端的环境中，产生了体型更加微小的人形演化分支？我们目前没有答案，但中国古籍中的记载似乎在暗示某种可能性。汉书中记载，汉武帝时期，东郡曾经进献过一个身高仅5寸的短人，5寸大约是15公分左右。汉武帝怀疑他是山精，就是山里的精怪，经常让他在案几上来回行走，供自己和大臣们观赏。清代东宣主人所著的《述异记》也记载了一个惊人的案例，说康熙31年，也就是1692年，外国进贡了一个身高2尺多的小人，大约60-70公分，面目肢体与常人无异，看起来像40多岁的人。
官方为他缝制了缩小版的衣帽官服，他手持一把小伞蹒跚而行，路上围观的人把整条街都挤满了。有人故意去逗弄他，他就会吱吱叫，声音像猴子一样。而更古老的《山海经》更是明确记载了东海之外存在小人国，国名叫做晋人。《史记·大宛列传》也提到，大秦国南方有一个小人国，那里的人只有3尺高，因为体型太小，连鹤都能把他们吃掉，所以需要大秦国派人帮忙守卫。这些小人住在地底的洞穴里，靠种植微型农作物为生。几千年前的史书竟然和日本马郎监视器里的画面产生了某种令人不安的呼应。说到这里，我们有必要回过头来仔细聊一聊一个被很多人忽略的重要细节，那就是小人和马厩之间的神秘联系。你有没有注意到，日本这起事件发生在马郎里，北欧的尼瑟传说中小人住在马厩里，日本民间传说中河童的一个别名就叫做居隐，意思是拉马的东西。因为河童最著名的恶作剧之一就是试图把农民的马拖进水里。而在苏格兰的民间传说中，也有一种叫做布朗尼的家庭精灵，他们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在夜里偷偷打扫马厩。甚至在中国的志怪小说中，也有不少关于小鬼在马棚里出没的记载。这种跨文化的巧合实在太惊人了。为什么小人们似乎对马有一种特殊的迷恋？有几种假说试图解释这个现象。第一种假说认为这和马厩的环境有关。马厩通常是半封闭的木质或石质建筑，里面有大量的干草和谷物，温度比室外暖和，又有充足的食物来源，对于体型微小的生物来说是理想的栖息环境。而且马厩通常位于人类住宅的附近，但又有一定的距离，人类不会在夜间频繁进出，这给了小人安全的活动空间。第二种假说则更加有趣，他认为马可能是少数能够感知到小人存在的大型动物之一。马的听觉范围是14赫兹到 2.5 万赫兹，比人类的20赫兹到2万赫兹要宽得多，尤其是在低频段。如果小人的活动会产生某种人耳听不到的低频震动或超声波，马可能是最先察觉到的。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在日本马郎事件中，马匹会在监视器拍到小人的同时变得焦躁不安。他们不是被吓到了，而是他们听到了我们听不到的东西。第三种假说更加大胆，有人认为小人和马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古老的共生关系。在北欧的传说中，被尼瑟照顾的马总是特别健壮，而被尼瑟讨厌的马则会莫名虚弱。如果我们抛开超自然的解释，从生物学的角度来思考，有没有可能小人会以马厩里的某种寄生虫为食，或者他们会利用马粪中的某种微生物来制作食物？这听起来很荒唐，但在自然界中，物种之间的共生关系经常以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存在。让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个极为重要但鲜为人知的案例。1989年，在西班牙发生了一起至今仍被超自然研究者们反复讨论的事件。据报道，有人在西班牙某地发现了一个小型人形生物的尸体，这个尸体据说只有几英寸高，有完整的头部和四肢，皮肤呈灰褐色，干燥而皱缩，看起来像是自然风干的木乃伊。遗憾的是，这具尸体后来不知所踪，没有经过任何正规的科学检验。怀疑论者认为这可能是某种动物的畸形胎儿或者人造的伪造品，但也有人指出，在缺乏科学检验的情况下就下定论同样是不负责任的。更近的案例发生在2024年，中美洲萨尔瓦多的一处农场。一个农场工人在进行网络直播的时候，画面中突然出现了一个从树洞里探出身来的小型人形影像，那个东西只露出了上半身，似乎在观察周围的环境，然后迅速缩回了树洞里。直播的观众们瞬间炸锅，截图被疯狂转发。有人分析那个轮廓的比例关系，认为如果树洞的大小可以作为参考的话，那个东西的身高大约在20到30公分之间。有人把这个影像和世界各地流传的外星人灰人形象做了对比，发现两者有一些惊人的相似之处，比如相对于身体过大的头部，以及看起来没有毛发的光滑皮肤。这让一些研究者提出了一个更加疯狂的假说，那就是小人可能根本不是地球上自然演化出来的生物，而是某种外星生命形态在地球上的殖民者或观察者。我知道这听起来完全是科幻小说的情节，但你仔细想想，
有些细节确实让人无法用常规的生物学理论来解释。首先是速度问题，日本马狼里的那个15公分人形生物的移动速度，如果按照等比例换算，相当于人类以时速60到80公里奔跑。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博尔特的极速也不过时速45公里左右。一个15公分的生物如果是碳基生命，它的肌肉纤维和骨骼结构能支撑这种速度吗？从已知的生物力学来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其次是出现和消失的方式，在几乎所有的现代目击报告中，小人都是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的。他们不是从门窗进来的，也不是从洞里钻出来的，而是好像凭空出现在某个位置，然后又凭空消失。阿根廷案例中，席尔维亚提到的电磁干扰现象也很耐人寻味。如果一个生物的存在能够干扰电子设备的正常运作，那它的身体构成可能包含某种我们不了解的能量场或物质形态。第三是全球分布的均匀性。如果小人是一种自然演化的地球生物，那它应该有一个起源地和扩散路径，就像其他所有物种一样。但小人的目击报告几乎均匀地分布在全球每一个大陆上，从北极圈到赤道，从海岛到内陆高原，无处不在。没有任何已知的小型哺乳动物有这样的全球分布特征。即使是适应能力最强的老鼠，也有明确的起源中心和扩散历史。当然，以上只是一些大胆的推测，远远算不上科学结论。目前主流科学界对小人现象的态度是谨慎的怀疑，认为大多数目击报告可以用错觉、光影效果、小动物的误认或者蓄意造假来解释。但也有一些严肃的学者指出，用已知的解释来一刀切地否定所有案例，同样是不科学的。特别是在弗洛勒斯人被发现之后，我们已经知道在不久前的地质年代里确实存在过迷你版的人类。那么对于更小的人形生物的可能性保持开放的心态，也许才是真正科学的态度。英国著名的民俗学家和超自然现象研究者贾奎林曾经对全球的小人目击案例做过一个统计分析，他发现了几个有趣的模式。第一，大多数目击事件发生在农村或郊区，而非城市中心。第二，发生时间以深夜到凌晨为主，尤其集中在凌晨2点到4点之间。第三，目击地点往往靠近大量植被或水源。第四，在有动物的场所发生的比例远高于没有动物的场所，而其中马厩和谷仓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地点类型。这些模式如果放在一起看，描绘出的是一种主要在夜间活动、偏好自然环境和农业社会的动物有某种关联的微型生物的行为轮廓。还有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在全球各地的小人传说中，几乎所有文化都强调了小人的速度。阿伊努人说科罗波克鲁跑起来快如闪电，塞夏族说矮人动作极其敏捷，没人追得上。北欧传说说尼瑟可以在眨眼之间消失不见。拉丁美洲的目击者总是描述杜安德以不可思议的速度窜走，而日本马狼的监视器画面更是直接用影像证据印证了这个传说中最一致的特征，那就是超乎常理的速度。为什么速度对他们如此重要？如果他们真的存在，答案其实很直观。一个只有15公分高的人形生物，面对这个到处都是巨大捕食者的世界，它唯一的生存策略就是跑得比任何东西都快。它们不可能靠力量和体型来自保，所以速度就是它们的命脉。就像在自然界中，最小的蜂鸟反而拥有相对于体型最快的飞行速度，最小的甲虫反而拥有相对于体型最快的奔跑速度一样。在微型世界里，速度就是一切。从这个角度来看，日本马狼监视器录到的那个画面，与其说是超自然现象，不如说是一个高度适应了微型生存环境的生物展现出的惊人生存能力。它跑那么快，不是因为它拥有什么超能力，而是因为如果它跑得不够快，它早就在几千年前就灭绝了。只有跑得最快的个体才能存活下来，把它们的基因传递给下一代。经过几千甚至几万年的自然选择，这些微型生物的奔跑能力被推到了生物力学的极限。这让我想到另一个有趣的平行案例。在2016年，科学家在婆罗洲的洞穴里发现了一种全新的蛙类，体长只有 12.8 毫米，比1厘米还小。在发现它之前，没有人想到脊椎动物可以小到这种程度。而在2012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发现的一种变色龙，成年体长也只有不到3公分。大自然总是有能力创造出超乎我们想象的微型生命，那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想象一下，也许在某个隐蔽的角落，存在着一种超乎我们想象的微型人形智慧生物呢？当我们把所有这些线索串联起来，一幅惊人的图景开始浮现。日本马郎监视器里以超长速度狂奔的15公分人形影像，阿根廷家庭摄影机中穿过走廊的微型直立生物，德克萨斯州门前监视器录到的双足行走小人，北海道农舍里的模糊人形影像，再加上阿伊努族的科罗波克鲁传说，塞夏族的矮灵祭，北欧的尼瑟，拉丁美洲的杜安德和扎内凯，非洲的提寇洛什，北美的帕克瓦奇，弗洛勒斯岛的矮人化石，弗洛勒斯岛民口中的艾布哥哥，中国古籍中反复出现的小人记载，所有的箭头似乎都指向同一个令人兴奋又令人不安的可能性。在我们的世界里，或许真的存在着某种我们尚未正式发现的微型人形生物，它们可能藏在深山老林中，可能藏在地底的洞穴里，可能藏在无人涉足的孤岛上。它们拥有超乎寻常的速度和敏捷性，这让它们几乎不可能被人类捕捉到。它们可能主要在夜间活动，避开人类的视线，它们的数量可能极其稀少，活动范围可能极其隐蔽，但偶尔，就像那个日本牧场的深夜，它们的身影会被无声运转的监视器意外捕捉到，提醒我们这个世界远比我们以为的更加神秘。说到这里，我想分享一个更加耐人寻味的角度。有人可能会问，如果小人真的存在了几千年甚至更久，为什么在现代科学如此发达的今天，我们仍然没有捕获到活体或者找到确凿的遗骸？这个问题看起来很有力，但其实经不起仔细推敲。让我举几个例子。2005年才被科学界正式确认存在的中南美洲的奥卡皮鹿，在此之前被当地原住民描述了几个世纪，但西方科学家一直认为那只是传说。2012年才被确认的缅甸金丝猴，在发现之前也一直被认为是民间虚构。海洋中的大王乌贼，几百年来一直被水手们描述为恐怖的海怪，直到2004年才第一次被活体拍摄到。而深海中的巨口鲨，直到1976年才第一次被人类发现。在那之前，它已经在海洋里游了几千万年，却从未被任何一个人类见过。这些例子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事实，这个世界上能够长期躲避人类发现的生物，远比我们以为的要多得多。而一个只有15公分高，速度快如闪电，主要在深夜活动，数量极其稀少的智慧生物，它的隐蔽能力只会比上面那些动物更强几个数量级。因为它不仅有速度和体型优势，它还有智慧。一个有智慧的生物如果想躲避被发现，它可以主动选择在人类最不可能出现的时间和地点活动，它可以利用环境来伪装自己，它甚至可以观察和学习人类的行为模式来避开危险。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一个15公分高的智慧生物，你要如何在一个被70多亿巨人统治的星球上生存下去？答案很简单，你需要做到3件事。第一，永远不要被看到。第二，如果不幸被看到了，要跑得比任何东西都快。第三，永远不要留下可以被追踪的痕迹。这3条生存法则恰好和全世界所有小人传说中描述的行为模式完美吻合。它们极度隐秘，它们速度惊人，它们来无影去无踪。而监视器技术的普及，可能是几千年来第一次打破了这个平衡。在监视器出现之前，小人只需要避开人类的眼睛就行了。人类需要睡觉，视野有限，夜视能力很差，但监视器不一样，它们24小时不间断运作。红外线模式可以在完全黑暗的环境中清晰成像，动态感应可以在1%秒内启动录影。对于一个几千年来都靠黑暗和速度来隐藏自己的物种来说，监视器的出现就像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他们几千年的生存策略在这种新技术面前第一次出现了破绽。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近10几年来，监视器拍到疑似小人画面的报告越来越多，不是因为小人突然变多了，而是因为监视器突然变多了。全球安装的监视器数量从2010年的大约3亿台暴增到2025年的超过10亿台。每一台监视器都是一个不会疲倦、不会走神的电子眼睛，日夜不停地扫描着它覆盖的每一寸空间。
在这种天罗地网般的监视之下，就算是最敏捷、最隐蔽的生物，偶尔也会露出马脚。日本马狼的那段画面，可能就是一个小人在穿越他认为安全的区域时，被一台他没有注意到的红外线监视器意外捕捉到的瞬间。那不到2秒钟的影像，可能是这个物种几千年来最大的一次安全失误。这个想法让我感到一阵莫名的感慨。如果小人真的存在，他们在这个星球上的处境其实和很多濒危物种类似，只是更加极端。他们的栖息地在不断缩小，人类的活动范围在不断扩大，而现在连黑暗和夜晚这最后的庇护所也被无所不在的监视器侵蚀了。也许某一天我们真的会找到他们，但到那时候他们可能已经所剩无几了。从另一个角度来想，也许日本那位牧场主人公开这段影像的行为反而不是一件好事。如果小人真的存在，大规模的搜寻和关注可能会将他们逼入更加绝望的境地，就像克罗波克鲁传说中那样，当人类强行抓住了一个克罗波克鲁之后，整个种族就永远消失了。也许对于小人来说，被人类发现就意味着末日，但话说回来，也许他们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顽强和适应力更强。几千年来，人类从火把到油灯到电灯到探照灯，不断地把光明带入黑暗之中，但小人似乎仍然存在着。城市化和工业化消灭了无数物种，但小人的目击报告却从未中断过。也许他们已经学会了和人类共存的艺术，就像老鼠和蟑螂那样，只是比老鼠和蟑螂更加聪明，更加隐蔽，更加不为人知。也许有一天，某个勇敢的探险家会在某个偏远角落找到确凿的实物证据。也许有一天，某台更先进的监视设备会录下更清晰、更完整的画面。也许有一天，我们真的能和传说中的小人面对面。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我们能做的就是保持好奇，保持敬畏，保持对这个世界的探索精神。最后，让我再补充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冷知识。在国际灵长类学的研究中，有一个概念叫做未知灵长类假说。这个假说认为，基于已知灵长类物种被发现的速度，统计学模型预测地球上可能还有数十种尚未被科学正式描述的灵长类物种。事实上，从2000年到2020年的20年间，科学家平均每年都会发现大约2到3种全新的灵长类物种，而这些新发现的物种大多体型偏小，栖息在偏远的森林中，习性隐蔽，和人类接触极少。如果连我们最亲近的亲戚灵长类动物中都还有这么多未被发现的物种，那么在地球上庞大而复杂的生态系统中，存在着某种我们完全不了解的微型人形生物。真的是那么不可想象的事情吗？我们的世界看似已经被科学和技术征服了，每一座山都有人攀登过，每一片海都有人航行过，每一块大陆都被卫星精确地测绘过。但其实地球表面 70% 被海洋覆盖，而我们对海洋的了解还不到 5%。 全球的热带雨林中可能有数百万种尚未被描述的昆虫和微生物，就连我们脚下的土壤里，每一克土壤中都可能含有上万种科学界还没有命名的细菌。我们以为自己了解这个星球，但其实我们了解的只是冰山一角中的一角。在这样一个充满未知的世界里，一个15公分高的人形生物在深夜的马廊里狂奔而过，这真的是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吗？也许比起小人的存在本身，更不可思议的是我们人类的傲慢。我们总以为自己是这个星球的主宰，了解这个星球上的一切，但也许这个星球上有很多东西，他们了解我们，远比我们了解他们要多得多。而那些小人，也许正在某个我们看不到的角落，用他们那双古老而智慧的眼睛，默默地观察着我们。毕竟，连弗罗勒斯人都能在我们眼皮底下藏了几万年才被发现，谁又能保证，在地球上某个我们从未注意到的角落，不会有一群15公分的小人，正安静地生活着，用他们闪电般的速度躲避着我们的目光，就像他们已经成功躲避了几千年一样。而你家门口的监视器，今晚录到的画面里，会不会也有一个微小的身影一闪而过？